喂，喂，你没事吧？还有气，这是我们天离国的将士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快，那边有马叫声！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 马叫声在前面！快！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。是是。剩下的这边分散搜。是。 家伙受这么重的伤，肯定跑不远，一定就在这附近。喂，要不咱们俩到那边看看吧？嗯。不会真的死了吧？哎，怎么办？又不是溺水，呼吸法能有用吗？算了，先救人。可是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救人要紧。原来是你这个小娘们耍了我们，啊！你们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啊！ 没想到还是个烈性啊！我喜欢。佘将军，落叶城的援军已到。 请您立刻撤退，事后再替我等报此血汗。大丈夫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而还，岂不快哉？敌军的目标是我，若你们与我一同撤退，他们绝对会穷追不舍，换来的是全军覆没。竟然和低等的人类缔结了主仆契约，真是本王子的耻辱！大哥，怎么了？太好了，他真被我救活了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我劝你束手就擒，否则我就杀了他。这人脑子被摔坏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愣着干嘛？给我上！中邪了。我
我也觉得。太吓人了。我们跑吧。大哥，你先打他，你对付我干嘛？别再找耍花招！疯女人，你刚才为何要亲我？你以为我想呀？还不是为了救你？救？赶紧把我扶起来！我疯？我疯吗？都给我上！你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吗？啊！你这么能打，为什么要拿我当武器？我嫌他们脏，不行吗？那倒也不必。如此说来，我还得感谢你不嫌弃我。你以为你好到哪里去了？你只不过跟他们相比，有一股特别的味道，比他们闻起来要舒服。哎，聊够了没有？当我不存在是吧？等我一下，他欠揍。加油！在魂珠里面待太久了，活动活动筋骨真舒服。魂珠还在那个女人那儿，怎么让她跑了？你要去哪？我不是叫你等我吗？这个地方也有四脚蛇。看来男人也怕四脚蛇呀。龙仔，你可真是我的小护身符。大人，发现落日敌军尸体。女朋友来了，我先撤了，找哥哥要紧。报，苏雷那边发现敌军数十人，全已生擒。另外，已找到少将军白马。好，少将军定在那附近，都给我仔细的找。好。少将军的气息时断时续，军医说少将军怕是醒不了了。老爷为少将军安排了冲洗，少将军定能度过此劫。若是再说这等晦气的话，小心你的脑袋！属下知罪。这少将军年纪轻轻就为天灵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是当今水上青天的护国少将军，真是天妒英才。去年此时，我才有幸见过少将军一面，狂放不羁的气质，斜飞英挺的剑眉，幽深锐利的双眸，使我一见倾心，却不成想如今物是人非啊！姑娘，那马车里面的人是谁啊？为何大家都如此之悲痛？小姑娘，那里面躺着的，便是大名鼎鼎的少将军。他为了守住京中防线，莫非是那人？落日城的贼不会这么巧吧？奋勇作战，不管了，还是先找到哥哥的下落为妙。
如今发生，姑娘，你可知道京城御史院徐大人住在哪？顺着这条街一直往前走便是。谢谢姑娘。子墨的确已经失踪数日了。那徐院长可知道哥哥失踪之前去了哪里？莫府的玉夫人邀请子墨入府，之后就再无音讯了。难不成哥哥是在莫府被绑架的？看来必须去莫府走一趟。多谢徐院长，我这就去一探究竟。姑娘，姑娘有所不知啊。这莫府深宅大院，庭院深深，普通人是很难进去的。那徐院长可有什么进入莫府的好法子？老爷，老爷，大小姐说，即便上吊自尽也不假。再过半个时辰，莫府就要来接人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绝不会让我的婉儿给别人做冲喜新娘。走。来看看啊，看看这家店的橱窗，贴心耐用啊！看看，快点。我刚刚怎么晕了？新娘子别露头，不吉利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呦，我说徐姑娘，你怕是高兴的昏了头了吧？连要嫁到哪家都忘记了。徐姑娘，这徐院长竟然给我偷偷下药，让我替他女儿出嫁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逃出去。嘿，嘿。左右都有人看守，只能一会儿再找机会逃跑。来，老爷您放心，这延寿堂是风水宝地。然而搬来在此冲喜，定能吉人自有天相。白事，怪不得，居然拿我冲喜。来，有点眼熟。是你！堂堂少将军，竟然被龙仔给吓死了！切，太荒谬了吧！
你醒了呀？对啊，你记得他主动送上门来了。你要干嘛呀？我要干嘛你还不知道？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竟然恩将仇报！这人类的身体弱爆了，那个小东西，力气这么大，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今天逃不掉了。哎，有点好了。哎，大哥，别冲动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谁是你大哥？啊！然儿醒了，老天爷开眼呐！波爷就是你大哥，别动啊，蹲好了。有种你别跑！切，堂堂7尺男儿，居然被龙仔给吓成那样。小老弟，后会无期。然儿终于醒过来了，可急死为父了。老头，你谁啊？好不容易清醒过来，怎么连为父都不认识了？这老头定是莫修然的父亲。走了。我睡了多久了？禀少将军，差不多5个时辰。5个时辰。你们现在给我出去！然儿，你这是……哎呀，现在我老爷，然儿才刚恢复，让他好生休息吧。哎呀，走了。哦，好生休养，好生休养啊！糟了，马上6个时辰了，这怎么办？我竟然睡了这么久，定是这个身体太弱，还未适应。这次醒来，定是因为再次碰到了魂珠，才最终稳定了灵力。缔结主仆契约之后，每日只能维持6个时辰的人形，而且他一旦受伤，我也会跟着受伤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快点找到那个女人，解除契约，拿走魂珠，回到玉离。少将军，这刚过完小暑，您穿这身狐毛，不热吗？墨家创立了近100家钱庄，乃这天离国首富之家。这个女人居然送上门来了，能把那10桥怎么让她心甘情愿地解除契约呢？莫府不是想进就能进的，必须严格的选拔。莫府上上下下108个差事，这差事简直是为本姑娘专属设定。开义虚堂这么多年，别的不会，照顾宠物那可是不在话下。再说，这么冷门的差事，肯定没人瞧得上。这墨家应该可以混进去吧？哎，看狗官挺合适的，我那猴都能训得服服帖帖的。小女子想进莫府，照看玉夫人的爱犬。到你了，女人。我叫苏小荷，大家都叫我小薄荷。我的理想差事是看狗官。你去。我在青山镇开了家小店，叫义趣堂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动物。哟，我的爱好说白了就是卖花鸟鱼虫的呗。苏小荷，以你的资历做看口官一职，真是太委屈你了。你看，
东院的第一侍女一职，怎么样？啊？只要你愿意，今日便可入府。可是我想看狗。哎，你会扫地吗？你会倒茶吗？哎呀，真是多才多艺呀！你这样的人才去当看狗官，真是太浪费了。你完全符合东院第一侍女的要求啊！可是我没有这个经验啊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多么的谦逊！我们莫府需要的就是这样德艺双馨的人才。这东院第一侍女啊，每日只需工作2个时辰，月俸100两，全年啊有100天的带月银假期。100天啊！哎，你这就去换上东院的衣服上任吧。行吧。本王子果然优秀。这莫府真是太大了，怎么找线索呢？洛风哥哥没搞错吧？这是给侍女的房间？正是。啊，这哪是侍女的房间？这简直是公主的闺房。喜欢吗？怎么又是你？我之前刚逃出狼坑，又入虎穴。我虽然逃婚了，但这也不能全怪我。我也是被陷害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这个女人接连逃跑2次，我得想点别的手段。我也将我最喜欢的礼物送给了她，这个女人一定会乖乖听我的话。本王子果然优秀，这么快就参透了人性，掌握了人类世界的规则。干什么？让我陪你打弹珠啊？只要你在这个契约上签字，这些宝贝全部都是你的。宝贝？怪不得刚刚面试这么顺，果然是个陷阱。还想让我在这鬼画符上签字？切，当我傻呀？万一这是一份卖身契呢？怎么了？还不满意？你这个女人真的是贪得无厌。你别过来，龙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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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哪儿呢？本王子怎么可能在一个4脚蛇上栽3次？而且我料到你会用这招，所以呢，就让你换了衣服。可恶！到底签不签？哎呦！完了！这个该死的契约，我堂堂御林星猫王子，居然要毁在这个女子手上。少将军呢？洛风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虽然是头等侍女，但是除了少将军，谁都不许在东院养猫，听见没有？洛风，你放我下来呀！少将军衣服怎么落这儿了？他去哪儿了？
不对，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来到京城，进入莫府，怎么能半点哥哥的消息都打听不到，便落荒而逃？红树不就是一只猫吗？就算是个妖怪，也只是一个小猫妖。我拍他干嘛？我才不是猫妖呢！你大半夜的在树上干嘛？想吓死人啊你！你说我？你自己不也坐在墙头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不对，什么猫？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本王子真正的实力。你就不能飞慢点吗？刚才那只是跳，又不是飞。还有，你别吐在我的猫舍里面啊！这是哪儿？这里呢，是我的秘密基地。你们猫妖的爱好真是奇特啊！我警告你最后一遍啊，我不是猫妖。那是什么？我的家在那里。哎呀，北方人啊，兄弟！我是来自星星的猫。骗3岁小孩呢？你一个小猫妖还想装神仙，真可笑！我堂堂玉离星王子，竟然说我可笑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签还是不签？不签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完了，忘了该死的契约了。周破契约第1条，主人受外伤，猫会同步受到伤害。臭猫，你还想占我便宜啊？还想占我便宜？别以为你变成猫了，干嘛？你干嘛？占我便宜还？这是哥哥的手铐。别叫！啊！你这个咬我！哎呀，什么东西这么臭？这可是狗毛。不好意思，本王子根本不怕狗。哦呦，今天没招了吧？我的宠物到哪儿去了？啊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签字。切，我才不会在这种鬼东西上签字呢。手，不要拿手这么指本王的名讳。现在呢，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最英俊潇洒、绝世无双、玉离星王子。姑姑礼，这是我的。姑姑，礼。我不管你什么名讳，反正我是不会在这种条约上签字的。谁知道会有什么阴谋？阴谋？那天在树林，要不是你觊觎本王的美色，主动献吻，哼，所以才害得我们2个签订这种主仆契约，害得本王子一天只有1半的时间能维持人形。哦，你哦什么？那你的意思，我就是你主人了？
手里握着这家伙的把柄，他还不任由我拿捏。再说，有一个首富大少爷当仆人，且此人还是少将军，说不定能帮我找到哥哥。喂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啊，停，不用你想，钱就行。你居然敢戏弄我！如果真像你所说，缔结了契约，毁约哪有那么容易？再说了，谁知道签订了主仆契约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？啊！你敢这样对你主人？主人，我今天让你看一下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怎么回事？不是亲一下就变猫了吗？你们人类就这么喜欢嘴对嘴的吗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！之前刚被他把脸都拧变形了，这又落到他的手里。我们人类啊，就喜欢这样。喂，女人，你要干嘛？你这只臭猫，成天为非作歹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主人我的厉害。你到底要干嘛？哎，我不要洗澡啊！你个疯女人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这该死的契约什么时候能解除啊？本王子果然优秀，你完了，女人！嬷嬷，喜欢吗？怎么会是你啊？不是我还会是谁？你在等别人啊？郭嬷嬷呢？就是我让嬷嬷带你过来的呀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上次你救了我，这些全部都是为你准备的，算作给你的回报吧。这只臭猫到底玩的什么把戏？害我坐了这么久的车，搞得这么神神秘秘。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女人崇拜的目光，没想到第一步就已经成功了。哼，这只小疯子，今天晚上看你怎么飞得出我的手掌心。你笑什么？有吗？人类的真爱，对于优秀的本王子来说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第一题最想看到的美景，当然是看漫天孔明灯了。难不成？喂，你们幕府都这样捉弄下人的吗？捉弄下人？我只喜欢捉弄你。变态！我刚才听见了，你心跳的好快哦。
心跳的才快。是吗？我试试。免了。看这女人的样子，已经掉进了我设下的爱情陷阱。这里气氛如此之好，不如你就趁现在。想什么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现在心里一定好感动。感动？嗯。这么看来，这张脸倒是没有那么丑啊。哎，算了，勉为其难，嘴对嘴吧。这家伙要干嘛？色猫。刚刚竟然功亏一篑，只能先喂饱这个小疯子了。这只色猫，大费周章拉我来，不知道它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坏水。必须要尽快跟他解除契约。少将军为了这次烛光晚餐，专门从满香楼请来了大厨，就为姑娘您一个人做菜。姑娘，您真是好福气啊！女人，点菜。我不点，没胃口。好，那我来点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不要。其他的全部给我来一份。好嘞。你点这么多，我们俩怎么吃得完啊？没说我们俩，是你一个人。第二题，最想吃到的美食，把满香楼所有的美食都吃一遍。把这个疯女人喂肥了才好下手。这满香楼的菜啊，真是一绝。哎，他又要干什么？女人，你吃那么多，到底都到哪里去了？都去找坏心眼了？我要去划船。划船还是算了吧。难道你忘了第3题？第3题，最期待的浪漫约会，当然是划船啦。居然被他看出来了，为了契约，本王子拼了。喂，别咬！别动啊！别动啊！你饭量这么大，你个子这么小，你全部找坏心上来对付我了是吧？哇哦，原来少将军也会害怕呀！我是怕把我衣服弄脏了。嘴硬。既然你这么怕水，为什么答应我来划船？谁说我怕水了？啊！你笑什么？你再笑，我开除你啊！哼哼哼！小时候，我也特别喜欢划船，然后哥哥就经常带我去青山湖划船游湖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跟你一样怕水，但是他在我面前总是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。
哥哥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后来我长大了，长得跟他一般高，我就特别想说，换我来保护你。然后他就不见了。那你到京城来就是为了找你哥哥？嗯，这个女人真是脆弱。算了，本王子勉为其难，安慰她一下吧。少将军，关键时刻，让洛风助你一臂之力。这也是你准备的？不管你是打什么主意，但是谢谢你，今天我很开心。既然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，那就趁现在。你在逗我呢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今天谢谢你啊，作为宠物为主人排忧解难，虽然这是应该的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，所以把这个奖励给你了。是什么东西啊？薄荷，我的名字，以后你一定要记住我。还有吗？来，给我。呀，你别抢。大白天的喝什么酒？坐。干嘛？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一醉解千愁吗？这是我拿过来超好的一瓶酒。你不是思念哥哥吗？我们今天就不醉不归，帮你缓解相思之苦。喝酒？对啊，这个时候只要把他灌醉，这臭猫肯定什么都听我的。他肯定不知道，我小薄荷可是青山镇出了名的千杯不倒啊！看在你这么真心实意的份上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好，来。想不到如此顺利，看来解除契约就在今天了。这汉檀香好香啊！那当然，你也不看谁拿过来的。来，什么酒？我的天哪，这人类的酒可真难喝呀！咱们不急，慢慢来。来。为了契约，本王子拼了。
这就醉了。丑猫，你是不是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啊？你也不看看本王子是谁？那，你有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？遇见你之前就从来没。那你能帮我找哥哥吗？这种小事，天底下没有的。你怎么着啊？我喝美了，我现在觉得你有点好看。但是你做的事情怎么就那么让人讨厌呢？要不是为了哥哥，你以为谁喜欢跟你待在一块儿？但是我喜欢你啊。你这只丑猫！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呢？哦，差点忘了，这可是天离最好的东西。哎，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，明天终于可以解除主仆契约，回家啦！看看我家这猫窝，再见了，猫窝，永别了，天离。都是那个臭猫，害我一夜都没睡好，困死我了。小薄荷，二少爷有急事找你，叫你去西院一趟。难道是有哥哥消息了？啊，好，我这就去。有没有被本王子今早的帅气惊艳到呢？是惊吓，少将军。麻烦你下次华丽登场的时候提前说一声行吗？没有下次了。小薄荷，该兑现你的承诺了。什么承诺？你昨天晚上不是答应我，今日便会心甘情愿的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啊？我记得可是清清楚楚啊。哎呀，不可能呀，少将军。你想想，你昨天白天喝的酩酊大醉，肯定是幻觉，幻觉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？哎呀，其实吧，喝醉的话不能信，喝醉女人的话更不能信。什么？你耍我呀？你们人类不都是一言九鼎的吗？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嘛。哎，虽然你是猫，但还是公猫。勉强算个君子，怎么可以和小女子斤斤计较呢？我还有事，先走了啊。
哎，杀我！打脸打得好疼啊！哎，我刚说的话，转眼就忘了。嘴。没想到二少爷花这么短的时间就找到了红魂珠，按照这个速度，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哥哥。我该怎么谢你才好呢？不用，是我误会你在先，这个就当做是我对你的补偿。哎，那这顿我请。这里的烤鱼和鱼丸特别好吃，我特别喜欢，相信二少爷也会喜欢的。那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尝一尝。而且这家店的女老板人特别好。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我还欠她一顿烤鱼钱没给呢。布姐姐，布姐姐，布姐姐，我要点菜。客官，要不然给你上一盘雄心豹子胆飞。大哥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跟我的丫鬟在一起？还有你，作为莫府的丫鬟，不好好待在府里，跑来这里干什么？是你说我有100天带月营的假期的，今天我休假。我不管你休不休假，你是我的人，我不允许你跟他一起吃饭。跟我回去。哎，我不走，凭什么？我又没有钱买身契给你。大哥，我们也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，要不坐下来一起吃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会和我的丫鬟在一起？啊，我帮了小薄荷一个小忙，他请我吃饭。大哥觉得有何不妥吗？帮他找红魂珠是吧？莫修然，你太过分了！大哥，这个魂珠关系到小薄荷哥哥的下落，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？这个是假的，你平时那么机灵，真的假的你分不清楚。真的魂珠能1年就碎？跟我走，我带你去找真的。你不会骗我吧？哎，二少爷，那这个饭我下顿再请啊，还是很谢谢你。薄荷姐姐，钱我下次再给你吧。嗯，不用，我替他还。鱼排和鱼丸随便赏，记我账上。还有你，自己一个人慢慢吃。走。哎呀，你放开我！这是这么多年来，大哥第一次对我说这么多的话。真的假的？事关我哥哥的安危，我有必要骗你？到底是谁在暗中收集魂珠？难道是蜀虎？不可能，他已经死了。喂，怎么又不说话了？你真的会帮我找哥哥吗？我可不像某些人，本王子说话一言九鼎，绝不食言。怎么没完没了啊？你一个尊贵的喵星王子，怎么能跟我小姑娘一般见识呢？不过你突然变得这么好，我还有点不习惯。我自然是有条件的。不就是你帮我找到哥哥，我和你解除契约吗？看在你是我宠物的份上，我就勉强答应你了。口说无凭，你已经有出尔反尔的先例了。那你要怎样？
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完成我们玉离星最常用的立誓仪式。干嘛？猫不都这样吗？好像是。好了，该你了。还是算了啊！你又要蒙我？我不也说了算话？要不咱们还是先聊聊你怎么帮我找魂珠吧。坐着，不要动，看着我就行。风还珠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找到，东北方向，离莫府8里路程。风还珠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就知道你又跑这儿来打麻将，都伤了一半法力不吧，还不赶紧给我回去？哎呀，上次那把了，这次我服了。又错了，继续。放心吧，这红魂珠是从我们聚宝斋南山国分部走水路，耗费了半个月时间才运过来的。终于找到了。啊，累死我了！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完了，魂力透支严重，又变形了。少将军，少将军，大少爷，你别吓我啊！大少爷，姑姑离，姑姑离，你别吓我啊！少将军，少将军，莫修染，莫修染，你醒醒啊！你别吓我呀！姑姑离，怎么又变猫了？妖怪啊！我太难了。还是这样可爱。不要摸我的屁股！不要！停！快停下！不要停！哎，对对对，就这里，脖子，对，好，再上去一点。喂，你睡着了呀？平常看着挺讨厌，现在挺乖的。走开，走开！别打扰本王子恢复魂力。这个女人不发疯的时候，还……哎，我在想什么？一定是我想快点解除契约，回到母星。
这个女人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那么丑啊。勉为其难做我的丫鬟吧。龙仔，我的小龙仔，你在哪呢？龙仔，你怎么这么大？你怎么在我身边？你怎么在我床你你觉得我还会让你得逞吗？这是谁的房间？这是谁的床？你跑我床上来干嘛？我不是看小虎斑无精打采的样子才留下来的，谁让你现在变成人了？还不是因为主仆契约，我每天只有6个时辰。你为什么脸红啊？我哪有？那你为什么不叫醒我？刚刚摸我的人是谁啊？不过和本王子同床共枕1晚上，是不是感到很荣幸？死了！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我帮你找红魂珠，你这样对我？真的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你就这么想跟我解除主仆契约啊？那不是如你所愿了吗？想必你们已经有所耳闻，陛下为顾全大局、缓和纷争，特邀落日城公主与王子进京商谈休战之事，寓意与落日城同修旧好。陛下将此次会谈之事全权交由我们墨家负责。老爷，陛下如此信任，那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啊，老爷。这好事办不好，便会成为坏事。父亲所言极是，这回落日城来访，千万不能被他们抓到把柄，借题发挥。冉儿有什么想法？父亲，我们一味的退让求全，只会让他们更看不起。他们要是求和那还好说，但是他们敢漫天要价，狮子大开口，就让他们好看。有冉儿在，为父心里踏实许多。我已安排明日设宴为公主和王子接风，届时你们2兄弟，如果能趁此良机赢得公主的芳心，结为秦晋之好，陛下定会龙颜大悦。老爷放心，雨儿啊，定不负重托。看来这玉夫人买红魂珠，是想借机帮莫雨季赢得公主的芳心啊。大哥，这边请。启禀老爷，落日城公主王子到。带他们进来吧。是。谁是莫修冉？这只丑猫还挺厉害的。天离的少将军
果然并非浪得虚名之辈。我打不过你，你赢了。公主也不必介怀，打不过本将军，不是丢人的事。本公主喜欢少将军，大惊特喜，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公主谬赞。喂，你是莫修染的侍女吧？来，陪本王子喝2杯。好，公主也是爽快人，那我也却之不恭了。拿酒来。王子殿下，我乃少将军的二叔，王子想喝酒，公主我来奉陪便好。多谢二老爷。二叔依者仁心，四处云游，行义为善，小侄心里只有敬佩之情。可不知今日一别，何时再能与二叔重聚？2年后二叔便会回来，然而不必牵挂，快回吧。二叔请多保重。啊，刚才多谢二叔为小薄荷解围。你我之间何须这般客套？那多谢二叔了。公主，听雨儿说，公主喜欢收集奇珍异宝，这小小红魂珠乃是见面礼，不成敬意。玉夫人送这假魂珠给本公主，是何用意？怎么可能？红魂珠与10年前的奇闻天象有关。若是把这魂珠对着光源，里面就会显现锦鲤的文案。夫人的这颗魂珠，怕是赝品吧？公主，请借魂珠一看。这颗魂珠确实和哥哥手稿里描述的一模一样，怎么会是假的呢？难道和你一样的情况？你也不算太笨，这里面本来有锦鲤，不过逃走了。这颗魂珠虽然没有内核，但同样价值连城，同样代表的是我们墨家的一片心意。还请公主收下。既然少将军开口，那本公主便收下了。大家就先入席吧。啊！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夫人。来，我们共举一杯，欢迎公主和王子的到来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这就有问题，我们赶紧走。然而身体有何不适啊？老爷，少将军前几日感染了风寒，所以喝酒有点不适。哦，那快扶冉儿回房休息，我晚些去看他。好的，老爷。孩儿先行告退。莫修然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没事吧？赶紧扶我回去。
天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？有办法。公主殿下，王子殿下，其实我今天还安排了一个助兴的节目，不知你们可有兴趣前去观看？助兴节目，本王子最喜欢了。王子殿下，您放心，包您满意。母亲，这是要……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一定是玉夫人使的招。你刚刚露出猫耳朵，还被翠乔给看见了，他们一定就快赶过来了。要不我带你逃走吧？啊，逃！老爷，请随我来。好。这不是冉儿所在的东院吗？莫非冉儿刚才退场是要准备惊喜啊？正是。哦。少将军还真是神秘莫测。既然是少将军亲自安排的，那我就更期待了。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各位放心，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的。请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会是来揭发他的吧？哎呀，我可不会做这落井下石之事。你赶紧带着他跟我走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要揭发早就揭发了。快点，我带你俩去个安全的地方。不要吧。好，我信你。走，小心台阶。完了，走不掉了。洛风，你帮我出去拖住他们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你有办法？姑且一试吧。好。参见老爷、夫人。冉儿呢？少将军在屋里休息呢。夫人，您若是有事，洛风可代为转达。不是说少将军准备了惊喜吗？怎么，睡了？王子殿下稍安勿躁，少将军在跟我们卖关子呢。躲开！夫人，洛风，贵客在此，成何体统？闪开！老爷，少将军严令属下不准任何人进入，属下不敢不从。父亲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即便有惊喜节目，此时大哥身体不适，应该也无法现身展示。等等，好戏还没上演呢。道长，贫道在此。夫人，开始吧。昼金金自消，昼木木自折，昼水水自竭，昼火火自灭，昼山山自崩，昼石石自裂，昼神神自附，昼鬼鬼自杀，急急如律令，快快显原形！小猫妖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拜见老爷，夫人。这冉儿的房间里哪儿来的猫啊？回禀老爷，这小猫是少将军昨夜捡来的。如若不小心冲撞了夫人，我替他向您道歉，请夫人放过他。放过他？好啊！来人，把这丫头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夫人，这就是你为我们准备的节目啊！贵客在场，不要让人看了笑话。老爷，今日必让大家见证一下，这个畜生就是莫修冉。胡言乱语！老爷，你相信妾身，我们的冉儿已经被这猫妖所杀。啊！我的丫头翠巧今天看到她现出原形。是的，老爷，奴婢亲眼看到那大少爷的头上长出2只猫耳朵。一个下人的话，如何可以相信？来人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奴才给我押下去！老爷如果不信，今天就让事实证明一切。道长，请施法。老爷如果不信，那就让事实来证明吧。道长，请施法。让此猫现出原形。啊？好。
不必了。找我吗？本将军在此。这……玉夫人看起来很失望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日酒席之上，有人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，还提前准备了这只小猫，企图用妖物之说来算计我。不过呢，好在本将军聪明过人，天下无双，一眼识破诡计。切，明明刚刚虚弱的不行。没想到啊，幕后主使竟然是玉夫人。不知道大少爷为何对妾身有如此成见？难道就是因为我的丫鬟翠巧看到你头上的猫耳朵吗？老爷，翠巧的确看到少将军那头上长了猫耳朵，绝无半句虚言。少将军不是一眼识破了计谋吗？自己来呗。这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，快点拿过来啊！谁稀罕？拿出来，你还想不想找你哥哥了？想不到少将军和丫鬟还挺会玩的哈。这是本将军醉酒之后戴在头上玩的东西。你不会真以为这是我头上长出来的吧？来，你长一个给我看看。老爷，老爷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！妾身伺候老爷多年，从未邀过功。今日有人如此陷害妾身，如果没人给妾身做主的话，妾身的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既然夫人和冉儿各执一词，那唯有宴酒一事公正。郭嬷嬷在。是真是假，正廷一验便知。等等，这才是翠巧换下来的酒壶。好你个小薄荷，你血口喷人！厨房伙夫都看见了，你把刚刚的瓷壶换成了玉壶。小的的确看到翠巧姐姐调换酒壶。你们两个蛇鼠一窝，老爷，不要听了这两个人的谗言啊！方才玉夫人的人可以指证本将军，我的人指证翠巧，有何不同？正廷，此乃显色粉，若酒中有迷药，显色粉的颜色便会发生变化。这酒中有蓖麻子、地文等几味药材，其中还有一味山茄花。山茄花性温，有毒，中毒者会皮肤潮红、躁动不安、脉象紊乱、头晕目眩，出现癔症。老爷明察，这只是让妖怪显形的杏黄散，不是迷药。住口！区区小道士竟敢给我们少将军下药，该当何罪？这都是玉夫人让我干的，少将军饶命啊！你还有何话说？老爷，妾身也是受了这个道士的骗，一时迷了心智，才听谗言的。够了！猫老爷，看此情形，这妖物之说并非是空穴来风，不如听听夫人为何怀疑少将军是猫妖吧，对吧，夫人？对，大少爷自从冲了喜以后，就像变了一个人，
我在东院时常听到猫叫。上次小莲明明看到大少爷进了丫鬟的房间，可是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只看到大少爷的衣服和一只猫。母亲，不要说了。没错，我是进了他房间，那又怎样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胡说八道？小薄荷是我的头号侍女，我进入我的人的房间，有何不同？不过，小莲是东院侍女，为何要向玉夫人禀报？难道说，小莲是玉夫人的眼线？臭猫可以啊，原来是想一箭双雕。这番话我只说一遍。我乃堂堂天离国少将军，一生征战无数，根本没有把生死放在心上，也绝对不会把我的精力放在与小人勾心斗角之上。可我觉得，我与少将军同为征战沙场之人，最能理解少将军此话用意。来人，将这个妖道和这个奴才给我押下去！是老爷，这是和我无关的。老爷，父亲，母亲做出如此荒唐之事，定是受人蛊惑。你就看在母亲这些年在莫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求父亲收下留情。来人，将玉夫人带到西院面壁。在这3年之内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踏出一步。是。夫人，请。前后差距也太大了吧！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一切全都在我的掌握当中。其实，莫修然的记忆并不会影响你的思考和判断。你这样说是为了不让他伤心，对不对？小薄荷，我听得到。你呢，就不要自作聪明了。我把洛风留在我身边，是为了让他服侍我。虽然洛风不是有多么能干，但是跟你比起来，哇，强太多了。死要面子！我们少将军可谓是猫中王者，拥有最柔顺光滑的皮毛，最流畅优美的体型，最锋利无比的爪子，自然可得万千宠爱。你给他下什么药？我需要给他下药吗？哎，你看，小酱油长得多像你啊！这萤火怎可与皓月争辉？这小秃鹰简直跟我们少将军那是相差108000里。哎，杜姐姐，这小酱油能先放你们店里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这里啊别的没有，鱼，管够。我不同意。轮不到你来管。我在玉离星统领数十万只猫，在天离国统领数十万将领，就这么一个拖油瓶，我治不了他。在这里，我才是你主人，你得听我的。谁是主人还说不定呢。切，那就来比试比试，看看谁才是真的主人。哎，跟我下来说话。我在这里舒服，你在那里说话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一场1对1的对决，谁赢了谁当3天主人。哎呀，还有时限呢，对自己这么没自信啊！我那是让着你。
无招胜有招啊！少将军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王霸之气。面对敌人毫无惧色，有蓝魂珠傍身，小薄荷的实力深不可测。再来。第3把他该出剪刀了吧？傻猫，你输定了。嘿嘿，输了。你竟然敢耍赖！少将军行军打仗多年，不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啊。完了，本将军着了这个女人的道了。少将军，认赌服输。这3天指不定怎么折磨我呢。我可是堂堂玉离星王子，我还是你主人呢。士可杀不可辱。哟，词儿学得挺快。那别废话了，这账你认不认吧？喝了酒的男人的话不可信。这样啊，有样学样，我也会，我学习能力也很强。好，我玉离星王子说话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一直想要遇见的人，温柔带点天真，真的期待这一座城，有人为我心疼。居然能够牵着一直不停聊到黄昏，我们2个人的默契满分。忽然发现你对我好像有这个玉离仙舞蹈还蛮可爱的嘛，臭猫看来也没那么讨厌。都来看啊！真功夫啊！有钱的帮个点掌，没钱的上全场。你快点儿，磨磨唧唧。到了啊。不如我们来一把，走。我耳朵里又不是给你赌钱用的。给要给你呀！有钢板呢，再压了啊！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行。来，开了啊！看好了，大，又是1、3、5，小。来，兄弟们啊，压大还是压小？来，下注啊！开了啊！466大！来！你在外面跑那么久，你还上我的床，你给我下来！怎么了？这床、这房间，还有这莫府，通通都是我的。哦，还有你，也是我的。又来啊！谁是谁的呀？
你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我跟你说，今儿要不是你让我赢了钱，我早揍你了。这个疯女人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现在就甘拜下风。哼，那我以后还有没有翻身的机会了？不行，本王子一定会扭转乾坤。我要让他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 喂，你傻了吧？该死，本王子居然被这个女人所迷惑，定是这身皮毛的影响。你给我把衣服脱了。你让我脱我就脱啊！我让你脱，你给我脱了。电话之下你要干嘛？哎呀！那个少将军说狐毛放在柜子里容易长毛，所以让我拿出来晒晒，是吧？ 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哦，府里新进了一批上好的紫貂，我命人做成了披风，向大哥赔礼道歉。青云，这毛色，这品质，二少爷没少花钱吧？可恶，居然在我的人面前显示财力！小薄荷。 拿过来，给我穿上。没了那身皮毛，果然普通多了。我说嘛，本王子怎么会为这种女人动心？干嘛？放开！二少爷可真贴心，你看多合身啊！我看你送这个披风吧，也不是赔礼道歉。 是给玉夫人求情的吧？母亲已在西院悔过，她受到了应有的责罚。我此次前来，并不是替她求情，而是诚心诚意的向大哥道歉。你是了解我的，我从未想与大哥争夺什么。我可不了解。少将军的意思是说，他接受道歉了。谁说的呀？ 袁督府说你，那接受道歉又怎么能这么简单呢？怎么也得来个握手言和。你别跟我得寸进尺啊，对吧，二少爷？你放开我！我跟你说，你放开我！我动手了！我动手了！你放开我！少将军有令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你听谁的？少将军的。少将军听谁的？你的？没错，所以你也应该听我的。好像有那么点道理。那还不快点让开！ 哎，波欧姐姐也在。原来你们两个这么熟啊！我这么帅气又多金，我想跟谁说跟谁说。你竟然也受伤了？难道这是主仆契约的一部分？ 你少自作多情。这是我调制的药膏，涂在伤口上啊，不会留疤的，比金疮药还管用呢。想不到波欧姐姐语考得好，还兼职当郎中，谢谢波欧姐姐。不客气，小薄荷。不客气，小薄荷。整份1000两，概不赊账。
这么贵？少将军方才不还自诩多金吗？若风。哦，多谢少将军。请。多谢少将军。手拿过来。干嘛？擦药。不错呀，终于有点做宠物的自觉了，知道服侍主人了。你干嘛站那么高？喜欢低头看你。喂，不是要擦药吗？来。好。臭猫，你不会温柔点啊？温柔。这个月赏金减半。凭什么？就凭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敲诈我1000两。你这叫贼喊捉贼！放这二老爷1等1的御医不请，你却找布偶姐姐来瞧病，到底是谁有事瞒着谁？你跟我待久了，你也变聪明了。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吧。东竹不是锦鲤。不是锦鲤。那他为何要夺魂珠啊？东竹只是被红魂珠所吸引，这是鱼星人独有的特征。如此说来，那锦鲤便隐匿在风月无边。锦鲤从红魂珠里面逃了出来，但是他遗失了红魂珠，他必须要靠吸食成年男子的能量来维持人形。你想想，男人又多，又靠近水的地方，能在哪？红魂珠？那为何不找公主借魂珠一用，让所有人碰触一遍魂珠，那锦鲤自然会化出原形了？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幸运，跟我签订了主仆契约？我是因为蓝魂珠，因为契约才能变身的。原来如此，那这锦鲤还是藏在风月无边里面。那今夜我们就去微服私访，一探究竟。你哪都不准去，给我坐下。本王子答应过你，会给你完整的红魂珠的。你给我坐下。你还想要再次受伤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契约你受伤，我也会受伤。今天皇上颁布了圣旨，要求我们3天之内交出凶手。交不出凶手，莫府上下700口人都会受到牵连。你就给我待在府中，哪里都不准去，别给我添麻烦。这歌声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跟我走。哎，居然敢坏我的好事！少将军，那个蠢女人，走！好。
小薄荷。 聂夏，喂，喂，我不是警告过你，叫你不要掺和进来的吗？ 聂夏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被锦鲤附体了。锦鲤？公主，二少爷，我一时半会儿解释不了这个，你们可以理解成一种鱼变成妖怪，简称锦鲤呀。妖怪？ 聂夏被锦鲤附体，变成了锦鲤妖，所以才攻击人。我知道这个超出了你们的认知范围，我也缓了好一会儿才能接受呢。那我弟弟还救得回来吗？啊，少将军的意思是，这个。 锦鲤是从红魂珠里面逃出来的，只要收服了它，王子的病自然迎刃而解。你还挺会理解的嘛。为什么会是聂夏呢？罗峰，二少爷，老身不该瞒您。 1年前，念夏那丫头，因为对二少爷动了心思，夫人瞧她姿色还算不错，怕耽误了二少爷的前程，就送走了念夏。老身以为她会去一个好人家，没想到她竟被送去了风月无边。也是念夏这丫头啊，脾气倔，骨头硬，硬是保全了自己1年的清白身。 半个月前，他还是被人……唉，聂夏一时想不开，就投湖自尽了。聂夏对二少爷的这份心思，导致现在酿成大祸。唉，可怜。 某某，你先退下吧。哎，少将军，我向君宝斋打听过了，正如您所料，半个月前，他们在雁鸣湖搬运物品的时候，红魂珠不慎掉落，这锦鲤遇水则解封，便附在了当时想要投湖自尽的念夏身上。这么说来，现在的红魂珠不是假的。 而是里面没有了锦鲤。正是如此。母亲。 雨儿来了，谋害王子的凶手找到了吗？聂夏是不是被你卖到风月无边的？不过是个小丫头，你问她做什么？母亲，
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收手？给大哥下毒，将聂夏卖走，为了争名夺利，你还要做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？莫雨姬，你难道不明白为娘的苦心吗？娘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，不然你拿什么来跟你大哥争这莫家家主之位？您生我养我，可是您并不懂我。我对家族财产毫无兴趣，更不想争夺什么家主之位。母亲，您多年的苦心经营，只会付诸东流。雨儿，瞪着我干嘛？至于这么生气吗？你干嘛？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可是有魂珠的。谁让你随便跟别的男人过七巧节的？随便？我哪有随便？我可是深思熟虑挑的人，不入不许，焉得虎子？我不允许你跟别的男人过节，更不允许你对别的男人笑。凭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人。现在是否记得当时那个动作？忽然间的闪躲，仿佛恍然如梦，这感觉很不同，仿佛触动了我，你慢慢走进了我的心中。肆意的爱情占领这个时空，不知不觉就会爱上彼此。以后遇到危险，要这个领导，方圆10里之内我都能听得到，我都会过来。你这是在关心我？你们女人真的是自作多情。我只是怕你受伤，然后影响到我。你们猫果真是口是心非。这是猫领导。你话好多。我话多？七巧节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嗯，我就知道，除了你，没有人做这么幼稚的事儿。你变成猫，我就会放过你啊！哎呀，还好本王子机智，只是这个女人凶凶的样子，怎么还有点可爱？难道这就是人类的爱情？臭猫！哼。这个女人，二叔，小薄荷伤势如何？亦无大碍，只因脾脏受损，导致身体发寒，昏迷不醒。我开个药方，按此方服用3日便可苏醒。不过，小薄荷体内寒毒内侵，服药前万万不可再受寒。否则，就连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。少将军，这次多亏你和小薄荷拼死相救，我弟弟才能醒过来。小薄荷的病，我也有责任。莫二老爷，
不如你把药方直接给我，我让冰兰去抓药。公主，你不熟悉厅里的药房，还是我来置办药材吧。就不劳烦大家了，你们先请回吧。小薄荷还需要好好静养，请。小薄荷，谢谢你在临终唤醒了我。为了我还受了伤，虽说我及时吸取了魂珠的能量，没有昏过去，但是真的好危险。答应我，以后好好的保护自己，我会帮你找到哥哥的。少将军，你还有别的什么吩咐吗？你去帮接下药吧。好。怎么还这么凉？怕是还要烧起来。你我的相遇就像奇迹，你会好起来的。这夜晚晚来结局寂，抬起头仰望那辽阔天际，暮色星辰触手可及，开始辗转难眠思念你，彼此变得心有灵犀。那一天默默许下的约定，从此以后形影不离。这段非比寻常的情缘得来不易，拥有守护着你的老天荒的命运。若有真爱的情深埋我们的心底，这一吻就已经确定，这一吻重写了约定。这段时间是这只臭猫在照顾我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。都2天了，怎么还不醒？烧也退了呀。唉，真的是个大笨蛋。你说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类，为什么要帮我挡那一下呀？啊？不要命了？不过那一下倒还挺像是个主人。终于承认我是你主人了。什么主人？你发个烧把脑子也烧坏了。反正我是听到了。
吃药。不要，苦。苦也得吃。吃完吃个面线果子就不苦了。来。苦。不苦了吧？我要不是看在你生病连累我的份上，我才懒得管你。自不量力。什么叫自不量力？作为一个主人，如果连宠物都保护不了，还算什么主人？好，那下次你病倒的时候，本王子不介意再用嘴巴给你喂药，不过仅限一次。这次的事情多亏了大家，菲德才能脱离险境。我在此谢过各位了。昨日我收到了父王的来信，特邀少将军前去部落签订友邦协议。在这里，我预祝一切顺利。菲德，快去给少将军敬酒。你这条命啊，可是少将军捡回来的。之前多有得罪啊，还望……哎，不必了。少将军的意思是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不必如此拘束。这杯酒我先喝了。喂，你大病刚出狱，喝什么酒？喝酒。这杯酒，我替大哥和小薄荷喝吧。哎，不用你来，我自己来。小薄荷，这次抓捕井里你功不可没，为此还受了伤，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听少将军提起过，这魂珠对你找哥哥有用，这个红魂珠你拿去吧。谢谢公主。哎，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，要给你一个完整的红魂珠？记你一口。哎，想不到日久纹路的红魂珠如此精，我又不抢。我是想，好像见过一个类似的，让你打完我忘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大概是1年前，父王收到了一个异世的魂珠，通透洁白，也有纹路，是一只天狗。哎，对，一只狗。这么说来，白魂珠很有可能是在落日城。很有可能。那正好，小薄荷随我们一起回去，到时候啊，我带你们好好逛逛，正好感受感受我们落日城的风土人情。求之不得，谢谢公主。几位爷，小店新来了几位歌姬，要不要助助兴啊？绝对不比那风月无边差。滚！好好的酒楼招什么歌姬啊？只有一点点感动。我会为他留下来。唉。
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本王子的完美容颜！我说，你没事儿扇什么扇子呀？热呀！热。再说了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我？不对，肯定有事瞒着我。你好好清你的行李，不该你管的事情呢，你不要管。行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觉得我要干什么？别人都说公猫容易有黑下巴，主人我检查检查，没有。但是你脸上长痘了，这薄荷草销毁它。少将军，你看看你，我怎么了？没想到啊，少将军竟然跟小薄荷发展到如此程度了。什么程度？我跟他一直就是简简单单的主仆关系，我是主，他是仆。那奇怪啊，少将军不是很早就看上小薄荷了吗？还让属下出主意，一举拿下他。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我那全部都是为了跟他解除契约。少将军，您这怕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少将军很有可能是喜欢上小薄荷，但不自知。我，喜欢他啊？怎么可能？属下有办法验证此事，不如少将军跟我打个赌。赌就赌，谁怕谁？谁输了，跑教场30圈。好，听少将军安排。我喜欢他。少将军，我已经将方圆5里只要是能飞的蝴蝶都抓到手了。到时候属下一放蝴蝶，少将军您再来个华丽的表白，双双化蝶，翩翩舞，恩恩爱爱，不绝情。哼，小薄荷定会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到时候立刻接受您的表白。好，本将军今天就破例一次，屈尊给他一次华丽的表白。不过下不为例。来了，快躲起来！这只臭猫，让洛风来传话，鬼鬼祟祟，不知道打啥主意。这二少爷真是阴魂不散啊！装腔作势。无论是气质、
还是样貌，少将军，您都更胜一筹啊！走，我们俩过去，跟他一决高下。嗯。哎。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属下忘记备香囊了。这蝴蝶定是被那香囊所吸引。你说这二少爷真是的，一个大男人备什么香囊啊？属下这就将兵书抄100遍。你，二少爷，是你啊？我见这秋高气爽，和天离的景色大不相同，便弹奏一曲。是否惊扰到你？不，我觉得这曲子很好听。你看，蝴蝶都被吸引过来了。这莫非是洛弦琴？好眼力。哥哥曾说过，洛弦声韵彻，一弦落一心。我能摸摸它吗？当然。这家伙还挺会截胡的嘛。我听闻这镇上有一家古琴行，里面有很多西式古琴。你若感兴趣，明日可同我一同前去。好啊。少将军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出来乘凉。嗨。二少爷是花仙转世吗？怎么这么多蝴蝶？这些蝴蝶都是被二少爷的琴声所吸引过来的。没想到二少爷还有这本事，看来我错过了一场好戏。公主谬赞。对了，刚好我邀请少将军明日一起去逛市集，不如你们一起。多谢公主好意，明日我和小薄荷一起去古琴行，就不打扰公主了。那少将军，我们去逛。好啊，公主，我们明天一起去。不过那腿抽筋不回来。少将军真幽默。少将军，这是属下抄的兵书。少将军，属下重抄兵书之后，有了新的感悟。对付二少爷这样的敌人，我们应该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说来听听。这二少爷截胡在先，破坏了少将军精心准备的表白。我觉得少将军，您不必在手下留情了，不如我们给二少爷下点药。我这儿刚好有二老爷那儿拿的黄连，你早拿出来嘛！属下也早已派人在方圆10里抓蝴蝶，也备好了香囊。明日少将军趁此机会重新向小薄荷表白，定能抱得美人归。不，我要反其道而行。我问你，为什么小梁跟小柱的爱情如此凄美动人、感人至深？
那是因为这里面有个令人十分讨厌的男二马文才。也正是因为这个马文才，他们俩的爱情才显得特别的真挚。哦，邵将军，你果然眼光独特啊，出其不意，总能看到一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东西。这红花还需绿叶衬，邵将军您就是妥妥一红花呀，这二少爷就是一绿叶。属下倒是有一个办法，能让这绿叶好好衬托您这朵红花。说来听听。属下行走江湖，习得了一招移花接木。嗯。不知道属下这样，邵将军还满意吗？要你还有点用。邵将军扮作二少爷的样子，然后做一些让小薄荷讨厌的事，这样损毁的是二少爷的形象，这不就达到了马文才的效果吗？你还不算太笨。公主那边就靠你了。属下知道。说起那谄媚的笑容，本王子高贵的脸上不允许出现你这种表情。是。这二少爷怎么还不来啊？不像他平日的风格，我得去看看。小薄荷，二少爷，你的声音怎么啦？昨天晚上风有点大，着凉了。那我们今天还是在驿站休息吧，万一出去更严重怎么办？哎，不，憋在屋里头更难受。你们都上来吧，我要打10个。本将军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。这就是你们最近练的兵？完全不行啊！啊！抓紧给我好好练，不然下次躺在这里的就是你，听见没？邵将军在吗？邵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公主，我这几日劳累奔波，嗓子略有发炎，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在驿站休息，改日我再陪公主出去游玩。没想到身强体健的邵将军也会不舒服。不过幸好，这镇上的郎中刚为我弟弟诊完脉，现在人还在驿站。不劳公主费心了。其实我……那怎么行？冰兰，快去请武郎中。是公主。这是给人看的。武郎中，你快给邵将军看看。好。公主，我突然之间没事了，我们出去吧，请。好。你看这个，姑娘，看看，都是上好的货色。这个不行。我觉得挺好的。太好了！二少爷真没事啊？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？嗯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这么关心我，让我好感动啊。二少爷这病，怕不是被邵将军给传染了吧？
怎么会呢？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。走，接着逛。好厉害！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么幼稚的东西？你才幼稚！二少爷说的是，少将军就特别喜欢，确实幼稚。哎，你看那有头壶，我们去玩。二少爷，你也投一个，我们来个全壶。女人最讨厌的，就是手无缚鸡之力、油嘴滑舌、朝三暮四的浪子。我就从这几个方面下手，将墨雨姬的缺点一一暴露，这样小薄荷就会知道，本王子才是那个最值得倾慕的完美男人。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也只有你干得出来。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少将军能审时度势，能屈能伸，能……这种人尽皆知的话，就不要说。拼尽全力还是投不进，看来是平时疏于锻炼，身体不行了。如此差劲的男人，小薄荷绝对不喜欢。二少爷，不要气馁，我教你。这肩要稳，气要沉，身稍侧，瞄准目标。你傻呀！耍流氓！快耍流氓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跑啊！耍流氓！耍流氓！别跑！还好没追上来，没事吧，二少爷？哎，你看，这不是二少爷和小薄荷吗？公主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昨天跟少将军约好了来逛市集。哎，你们呢？我们来逛古琴行。这挺热闹啊。不是俺在驿站装病了吗？不是，少将军，公主她找了个杀猪匠当郎中，我再不出来，我被大卸8块了。赶紧把那批碗弄走。遵命。看看，我马上去。你说他们兄弟二人的感情可真是好啊。来，是啊，而且好的有点过分了。墨雨季处理的怎么样？不会又出什么差错吧？少将军您放心，我做事加倍奉还，以牙还牙。怎么回事？难不成是昨夜着了凉？完了，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，不行。二少爷，你也……我做事你放心吧。带我来验一验。看到。嗨。快把他弄走！哦。
哎呀，怎么一不小心让这个小家伙给跑出来了呢？不过，怎么少将军不怕龙仔，反倒是二少爷开始怕了起来？我怕他？怎么可能？这只臭猫肯定是用了什么法术，装作二少爷，想趁机迷惑我。很好，一会儿就让你尝尝自作孽不可活的滋味。哎，小布，你们俩不是要去琴行吗？你看，天色不早了，赶紧去啊！慢着，少将军，今天你不太舒服，所以我们不要去逛市集了，改去琴行，正好看个新鲜，也不累。那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公主，我们走，走。一个卖花鸟鱼虫的，喜欢什么古琴呢？你一定在想，我一个卖花鸟鱼虫的，为什么会喜欢古琴？其实我小时候也想过，成为一名琴师。老板，自己看吧，我忙着呢。这是世外高人呐！二少爷，你看，那是千韵琴。唉，可惜我不会。要不，二少爷去弹一曲？对啊，昨日湖边都没来得及尽兴，不如二少爷就在此弹奏一曲。这……我头开始疼起来了。啊！公主，要不然咱们回驿站休息吧，我真扛不住了。哎呀，少将军有所不知，这千韵琴的琴声独特，不仅扣人心弦，而且稳定情绪，有治疗作用。你就吹吧，门口的树都给你吹倒了。莫非是二少爷不敢弹？怎么可能啊！这不是让二少爷唱歌，他润嗓子干嘛？这公主有所不知啊，那个弹琴之前喝茶呢，一是为了礼仪，二是为了意境。哎，对，意境。没想到
二少爷的情谊竟如此高超，算你走了猫屎运。难道你以为这就可以难倒我？本王子听一遍就学会，一切都在本王子的掌握之中，刚好可以趁此机会完成第3步。二少爷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你的春桃呀，我是柔菊呀，我是冬梅呀，我是你的胖黄黄，姐妹们。好了好了，大家的心意我都知道了，我都了解了。姐妹们，收队！这二少爷招蜂引蝶的本事，可真是一流啊！下流！二少爷，你竟然是这种人！邵将军，哎，二少爷此番作风，怕是会有辱墨家名声，你不教训教训他？教训？难道邵将军会怕二少爷不成？怎么可能啊！来吧，就差这一步。谁叫你在外面给我干这种事情啊？有辱家门名声，跟我回驿站去，看我不好好惩罚你！哎呀，邵将军今日如此温柔，可不像你平日的作风呀。做戏做全套，邵将军得罪了，动手可以，可别打脸呐！你真的是活腻了你！属下知错了，何错之有啊？啊！属下应该及时阻止邵将军的荒诞想法。邵将军，你这算是哪门子战术啊？你伤敌800，自损1000的。就你聪明，那你有什么战术啊？主动出击，送花表白啊！送花？二少爷，小的已经查明，昨日是洛风让老板娘送我们的银耳羹，他定是在这银耳羹里下了泻药。大哥行事真是越发出格了。我现在就找那个洛风理论去。站住！二少爷，大少爷如此过分，您不能一退再退了。谁说我要退了？这是我们玉离星独有的求爱舞。喜欢吗？喜欢个鬼！你故意的吧？今天晚上，只有喜欢你这件事情是故意的。把我这莲花待人都收了。
是不是觉得这一切都特别美妙，都没办法拒绝？你现在可以选择拥抱我，来吧。你弄一屋子白话，咒我还是咒我哥呢？哎，我送你花你都不满意，你到底要什么东西啊？我还想问问你想干什么？扮作二少爷干嘛？没有啊。没。小薄荷，你睡了吗？快！我不走。我求你，快！凭什么呀？你是我的人，他半夜敲你门，为什么我要走？我不走，我要去找他。靠，又用这招！搞定！死女人，你气死我了！小薄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我偷偷收养的宠物。咱们莫府不是不允许私自养宠物吗？我偷偷养在身边的。你忘了小酱油啊？本王子才不是酱油哦。不过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。算你还有点眼光。最近好吃懒做，所以又丑又胖。二少爷见笑了。看什么看？咦，你还看？赶紧滚蛋！我最近上火，所以用这些白菊花泡些茶清火。要不你也来点？不用了，我今天火刚写完。今日实在是抱歉，我身体突然不适，没有陪你去古琴行。没事儿，咱们改日再约呀。还想再约？啊？干嘛？干嘛？二少爷，我来。哎呀！飞德，你有没有觉得，最近少将军和二少爷有点怪怪的？姐，你不会才发现吧？这么明显的事儿，这二少爷跟少将军，肯定都喜欢上了小薄荷。喜欢上那个丫鬟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昨天晚上我还看见少将军给小薄荷买了一屋子的花。真有此事？我亲眼所见，那一屋子白菊花，特别瘆人。白菊花？唉，没想到这少将军还真是别出心裁啊！竟然送人白菊花。说到别出心裁，这一山还真的比一山高啊！这二少爷为了吸引小薄荷，特意找了一票姑娘，目的就是为了营造出自己很抢手的假象。没想到，这莫雨季竟有如此心机。没想到，你这身在驿站，却耳听八方呀！不是养病吗？消息这么灵通。我这不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吗？事到如今，不如和二少爷联手，助他一臂之力。到时候，住嘴！你姐我是那种人吗？怎么样？时间一到，现在又把你变成了猫，知不知道错了？我跟你讲，你以后要是再敢这样对二少爷，我跟你没完！冲你这句话，我跟他没完。还不知悔改是吧？那这鱼汤我可自己喝了。小薄荷，二少爷，你来了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了。我准备给小酱油找个小伙伴。小伙伴？昨夜我左思右想，这小酱油这么暴躁，一定是到了发情期。你才发情呢！之前元宝也是这样，这种情况配种便好，你大可放心的把小酱油交给我，1日之后我便还你一只温顺乖巧的小酱油。你敢把我交给他试试？不知悔改，就让你受受惩罚。
那便多谢二少爷了。你这个疯女人，居然把我交给他！